Is that the girl I saw this afternoon? This is an important pastime. The main place is Gao Hui's show. And the pieces that she's wearing, will they be in the Heart series? 现在登场的这一套展品，是我们瑞华定制组纯手工打造的古风婚嫁系列，每一款首饰都承载着匠人的一份祝福。这款手镯名为“生生不息”，设计灵感来自客人委托修复的一只翡翠缎镯。设计师取原来手镯的一部分，用传统花丝镶嵌工艺重制了另半边手镯，并镶嵌玛瑙、珊瑚等材料，使其产生别样的冲撞美。设计师希望借由这枚重圆的手镯，告诉人们，情感世界总有风雨，然而不破不立，不离不弃，终会收获繁花似锦的人生。设计师佩戴这款尘世之爱项链，选用红宝石为主石，并用红色珐琅使其不凡。另外，别具匠心地选用了瓷片镶嵌出片片羽翼，灵动又不失东方风雅。每一颗平凡的心都值得被守护，而每一个相信爱的人，终会遇到那个穿越风雨，愿陪他走到最后的人。此外，瑞华定制组也希望借此机会，传达他们的创作理念：最有价值的珠宝，并非明镜珍宝，用设计创造不凡，这才是匠人本色。现在，新娘已经巧做红妆，只待新郎上场了。鱼池怎么来了？你放心，玉芝心里有数，他一会儿展示的肯定是你设计的戒指。我就知道他有办法，他从来没让我失望。你来是要拉我下台的吗？之前你问我，你和高慧之间，我会选择谁？你想听到什么样的答案？慧心的首饰盒，你最终的选择还是慧心吗？设计作品的珍贵之处，就在于阐述情感。我所有说不出来的情感，都在这枚戒指之中。高洁，我从这枚戒指之中看到了你的初心。
就让我用一生去照顾她。好吗？哎，这点儿。高姐，这一次我是认真的，也不是为了宣传造势，或是写好的剧本。可以说，这次纯属是冲动，但这就是我的心意。因为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想让你做我的新娘了。我还以为你上台是为了要展示高慧的设计，没想到竟然是……可是。 Hey, where I come from, a young man gets down on one knee when he wants to propose. Show your devotion. Thanks for the heads up. 嫁给我。 Marry him. 子瑜，你知道他们俩怎么会在一起的？我还想知道为什么呢？于芷，我的犹豫和爱情无关，我是在担心你。一旦接过这枚戒指，就意味着你和我的人生从此捆绑在一起，悲欢与共，祸福相依。未来的日子不可能这么平坦，这些你都愿意跟我一起承受吗？这枚戒指里面包含了我们所有的爱，也铭刻了我们的真情，是多么的珍贵。就像我们在东南亚的雨林里经历了生死，在那种情况下，我对你不离不弃，你对我无条件的信任。还有什么事情能把我们的心分开吗？所以，能嫁给我吗？漫长时光里，爱离我几公里，我一路找寻，只怕错过了你。 只要手握紧，任凭山川流离，时间最知道我从背上放弃。 Casanova, you may kiss the bride. 爱你，遇见你啊，带给我所有的。
可能。慧慧，这简直是太荒唐了，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个高洁真是不简单，我太小看她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高洁，没想到他居然心机那么深。他一定是看出了我喜欢于之，才会去勾引他的。于之怎么可能被他骗了？慧慧，于之哪有你说的那么无辜？他是在利用你，难道你没看出来吗？不可能，于之不是那样的人，一定是高洁，他被高洁骗了。我要去揭穿他，不能让他们在一起。慧慧，你千万要冷静。这个于直、于毅一直在给你下套，特别是这个于直，他是在利用你的感情。不是，不会的，他们不是这样的，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我不能接受。慧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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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很生气。全场都在热烈祝福，你出来干什么？我一直以为于之是一个可以把工作跟私生活分开的人，但没想到我看错他了。你以为？你也事先知道他们的关系？好啊，全世界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只有我被蒙在鼓里是吗？我妈说的没错，你们所有的人联合起来骗我。我承认我确实是知道，而且我也劝过他们，但是我没有想到，于之对他的感情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料。你说的这番话，无非是想说他们俩才是真爱。于直能为高洁冲昏头脑，那我呢？你们把我当什么啊？慧慧，你对于于之的感情我全看在眼里。我之前提醒过你们，不合适。今天就算没有高洁，也会有其他人，对吧？好，你现在知道了，所以对你来说放手，应该是好的选择。不可能，一切都是因我。高洁不是真的爱于之，我一定会揭穿他的假面具，把于之赢回来。你就真正爱于之。I never expected to see such a romantic spectacle so far away from home. I couldn't help but get swept up in the moment. Please forgive my passion. I got my girls, thanks for your present. It seems like our young bride is a little bit nervous, but don't worry, my dear. In my country, when a man does not treat his woman right, he's likely to get punched. If our young friend here crosses the line, I know where to find him. I almost got you to be our witness. Mr. Antonio, thank you for your blessing. Miss Gao, your designs are unique, enchanting, and an authentic Chinese style. I'll be sure to sing your praises when I get home to everybody.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again. Awesome. Thank you so much. 哎，安东尼奥要跟瑞华合作了啊！安东尼奥看中的作品啊，必定是下一季大热的款式，我们啊得赶紧去下单了。来，啊好，谢谢捧场，谢谢，我们到时候再聊哈，谢谢。哎，董事长，谢谢捧场，恭喜恭喜啊！谢谢，恭喜！谢谢，订单的事情我们再聊哈，谢谢捧场，谢谢。林董事长，哎呦了不起呀！瑞华年度盛典，真是给珠宝行业立了个高标杆，让我们这些同行相形见绌啊！谢谢捧场。我还要衷心的恭喜孩子们的喜事儿要到了，你看这些孩子多浪漫呐！
我听说安东尼奥对高洁的设计赞不绝口，有这么好的整儿型，穆总，高洁居然瞒着我，也应该很满意吧？哦，啊，那是当然的。哎呦，今天的男女主角来了，于直，恭喜啊！谢谢。奶奶，今天的事情呢，我没有提前跟您打招呼，对不起啊，我回去仔细跟您报备。俗话说，女大了不中留，我看男的也一样。你都在那么多人面前见证求婚了，我还能说什么？你看，我就说了，林董事长一贯是通情达理的人，嘿嘿，这么郎才女貌的一对儿，能不支持吗？谢谢，我走了。谢谢。奶奶，再多人证婚，也没有你帮我们证婚好啊。高洁，你跟于之谈恋爱，你们家里人知道吗？他们会不会答应？你考虑过吗？对不起啊，董事长，的确是我操心操得太多了。我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行吗？你这2天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嗯。怎么了？刚刚穆子云的话让你不舒服了？没有啦，我在想订单的事情，回去还要跟蔡师傅合计一下，我还是先回去好了。不会耽误你太久的，1顿饭的时间，走吧。高洁，你今天居然抢了主角的戏份，恭喜你啊！不过我要奉劝你2句，用这种诡计得来的东西都是长久不了的，别高兴得太早。我很认同你这句话，但是这句话送给你自己更恰当。你说什么？吴小慈老师，我很敬重您，也希望您尊重我的未婚妻。哼，于直，你真是爱妻心切。你了解他吗？他在背后用了多少手段，耍了多少心思。他给你吃了什么迷魂汤了？他居然骗得你向他求婚。今天在台上所有的决定呢，都是我自己的决定，跟高洁无关，她也完全不知情。我跟高洁的感情也很好，不存在谁欺骗谁。哦，对了，在工作中呢，我敬您是前辈，您所有的指点我也非常感谢。这种感情的私事，您还是不要掺和。你自己的决定。那撤了镶嵌组的表演也是你决定的。作为镶嵌组的副总，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的团队吗？你对得起慧慧吗？其实高慧自己心里呢，比我更清楚，她到底干了什么，是谁用诡计去陷害自己的竞争对手。董事长说过，我们瑞华内部要齐心协力。如果他这个事情传到董事长的耳朵里，恐怕这件事情不好收场。我是在替他善后。哼，就算慧慧做了什么，那也是为了你镶嵌组的利益。于直，你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你现在居然事业也不要了，你是不是连瑞华和我们慈恋的合作也不想要了？瑞华和慈恋的合作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商业合作，但是这段日子呢，你们慈恋好像只把瑞华当作高慧的练兵场，当初答应的资源也迟迟未落实，我很难看出你想合作的诚意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很简单，我和于毅非常看重您的合作，也非常想跟您合作。当初答应您的资源也一样没有落下，我们也不会单方面的解除合约。不过呢，您要是觉得除了瑞华，慈恋还有更好的合作平台，我们绝不阻拦。至于我们首席设计师到底还是不是高慧，
完全取决于您还有高哥。真是昏了头了。哦，对了，在工作之余呢，我享有绝对完整的人身自由权利，还希望您不要干涉。你走吧。你怎么带我来这么远的地方啊？刚才求婚太仓促了，没有花怎么行呢？可是这么晚，我又不知道去哪里买999朵玫瑰花，我只好让严凯准备了烟花，只有这里才能放。希望你会喜欢。烟花？嗯。3、2、1。最美的安排，不需要等待，向着我走来。这是我见过最绚烂、最美丽的花。在你出现之前，我的生活平淡无奇。因为遇见你，才让这一切变得精彩起来。谢谢你。是我应该谢谢你。从未感觉如此相爱，牵着我的手把。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攀岩吗？除了追寻刺激以外，更是因为有一处风景可以让我停下来。可是自从遇到你之后，我才有了不管去到天涯海角都要回来的理由。因为只要有你在，家就在。让我们去爱，让我们去爱，我们明白，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勇敢的去爱。答应我，无论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你都要相信，我对你的心是真的。想要跟你在一起，也是真的。想要跟你度过的每一天，都是真的。怎么了？你有事情瞒着我呀？让我们去爱，就是现在。好了。我们去爱，向着未来。只要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真的，一切都不重要。于止，从这刻开始，我会放下所有，真心以待。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勇敢的去爱。蔡师傅啊，没想到这批订单经过核对，数额竟然还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呢。这下我总算可以给师母一个比较满意的交代了。
高姐，这于直昨晚才刚向你求婚，你怎么不去陪他？你回来陪我加班？你这个工作态度啊，真是难得。我们定制组有你，算是捡到个宝了。哪有？跟你们学习的这些日子，我才是受益匪浅呢。你在干嘛呢？我想你了。要不要一起吃早饭啊？别闹了，我还在酒店核对订单，快结束了。不过你别过来耽误我工作。我才没那么傻呢，会耽误你的时间。我巴不得你早点工作结束，好搬回来呀。那就不好说了，可能忙着忙着就天黑了，然后再看情况，在外面凑合一晚上就算了。我作为房东正式通知你啊，高小姐，你要是再不搬回来住的话，你的那间房我就租给其他房客了。到时候你只能委屈跟我一间房了。好啦，今天晚上回家。好了，晚上见。表姨，坐吧。你给我说清楚，你跟于之到底怎么回事？对不起，表姨，我不该瞒着你。这么说，是真的了。你跟于之早就开始了，分手，马上分手，结婚的事情提都不要提。表姨，于之对我是真心的，真心的。我告诉你，真心的话我听得多了。你能保证真心永远不变质吗？我相信他，而且我也很爱他，想要跟他过一辈子。你知不知道我跟于之之间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等知道的时候已经无法自拔了。我没有孩子，我把你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看待。女儿找到好的归宿，当妈的能不高兴吗？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为什么偏偏要找于直呢？啊，我跟他的恩怨，这辈子我们俩也解决不了。你居然明明知道，我真是不知道有一天你会这么对我。对不起，表姨。你不要跟我对不起，你跟你自己对不起。余光华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是知道的。他怎么当父亲的？他能生出一个好儿子来吗？啊，你现在在热恋，当然了，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但是你走进婚姻了啊，那将来痛苦的事情，你痛苦一辈子，就跟我一样。你相信我，如果你外公地下有知，他也不会答应你和于之结婚的，啊！你听我的一句劝，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对不起，表姨，于之为我已经做得够多了，这份感情值得我去坚持。即便有一天会有伤痛，我也不会后悔，因为它值得。我是你的亲表姨，难道我说的话会害你吗？啊！等到了以后真的痛苦来的时候，我跟你说，你不要来找我。表姨，
慧啊，高慧，你怎么会犯这种错？先是被高洁抢了风头，夺了喜欢的人，接着又跟于毅。当初的拥抱多伤人，当爱人变成就当是喝醉酒，做了一场梦，过去了，全都过去了。高慧，你不能认输，绝对不能就这么输给高洁。咬着牙不去承认，多爱你只能自己忍。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你还是早点把玉芝忘了吧。只要你愿意，你会发现有人一直在等你。最熟悉的人，非要变得那么狠，变得连做朋友都不能。喂，慧慧，哎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知道吗？你急死妈妈了。你现在在哪儿啊？我没事。慧慧，我昨天找不到你，后来就给于毅打电话，结果于毅也不接电话。我要是再找不到你，妈妈就要报警了。妈，你别再跟我提于毅了好吗？也别没事就给他打电话，他跟我们家没关系，别老麻烦人家。慧慧，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跟于毅的关系挺好的吗？是不是因为于直欺负了你，所以你不想提起他们两个兄弟？好也好，瑞华太欺负人了。慧慧，你放心，妈妈一定会替你出了这口气的。妈，你别再掺和我的事了好不好？慧慧，妈妈不是怕你被别人欺负吗？你放心，高洁在我心里什么都不是，我绝对不会认输的。至于其他人，你别管了，我挂了。哎，慧慧，慧慧。来啊！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啊，高慧昨天晚上难为你了？没有。还说没有，都挂脸上了。哎呀，高慧那人就这样，好像全世界人都得宠了她一样。于之，我说你这人有没有良心啊？有了高慧，我们才有牵制穆子云的资本。他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很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不该评价的就是你。你这是在替高慧打抱不平？你知道高慧对你心有所属，昨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跟高洁求婚，你这是在打高慧的脸。同时，你又得罪了吴小慈，这对母女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去努力，全都白费了。以后相见组的作品谁来设计？那你说没有感情是根本不能在一起的呀。早点让他知道，让他死心也是对他好啊。至于设计这件事情，哥你平心而论啊，高洁和高慧谁更有潜力？你的意思是，为了高洁，你宁愿舍弃瓷炼，也要捧一个不知名的设计师？我相信我自己的眼光。荒谬！瓷炼有今天的知名度，吴小慈花了几十年，我们不计成本去培养一个新人，谁能保证在短时间内他能出作品？这么浅显易懂的道理，你还执迷不悟？我看你是被感情冲昏头了吧？被感情冲昏头的是你吧？高慧进公司以后，她所有的处理问题方式屡屡证明她不合适，冲撞工厂，再加上虚假营销，这些理念都证明了她跟瑞华是格格不入的。哥，我知道你对她是什么感受。或许你应该跟他好好谈一谈，你们两个之间或许能 OK。我来这儿不是跟你来讨论我的私事，我是希望你以大局为重。还有，从今以后，既然你选择了高洁，
就不要再跟高慧扯不清楚。还有，关于跟慈恋的合作，绝对不可能因为今天而终止。我一直对高慧的态度很明显，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彻底的话，那我最后再找他谈一次。你我都是公私分明的人，我不希望因为他，我们两个产生隔阂。我这次约你来呢，是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有什么对不起我的？你从来都没有说过喜欢我，是我一厢情愿。您的水，请慢用。可我还是要说声对不起，因为毕竟这件事情可能会对你造成伤害，但它并不是我的本意。感情这件事情没法控制。我希望我们还是合作伙伴。你所谓的抱歉，就像一个上司解雇员工一样公事公办。嘴上说抱歉，其实心里早就想让那个人滚蛋了吧？我没有那个意思。我还有机会吗？给我一个和高洁正面竞争的机会。我只是想毫无保留的、忠于本心的、认认真真的去爱一个人。你跟高洁认识多久啊？你了解他吗？也许过段时间你冷静下来，你会发现你和高洁根本就不合适。我和他的感情开始在东南亚雨林。本来我去那里是为了一颗极品的歌秀，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我就是为了遇见他。我们的感情是经历过生死的，所以不存在时间的考验。听起来简直像个爱情童话。当初是你们兄弟二人跑到我这来，信誓旦旦的和我说要共创彗星的未来，还拿着那颗血红。现在看来，从头到尾都是在耍我吗？我一直很希望瑞华跟慈恋能够紧密合作，因为这样才是双赢。但是你的母亲有她自己的想法，她一直把慈恋跟瑞华撇得干干净净。就这件事情而言，孰对孰错很难界定。但是我对彗星的承诺从来没有变过，我会用尽我的全力去打造彗星。有我才有彗星，现在你是打算为了高洁放弃彗星吗？你和高洁的设计风格完全不同，不存在于谁代替谁。你们都是很好的设计师，也会为中国珠宝行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高慧，我希望你放下个人情绪，以后我们还是合作伙伴，我们可以共创一番事业。好宏伟的愿景啊！一顶合作伙伴的帽子扣上来，我算是彻底出局了吗？高洁真是有两下子哈，一个晚上在设计上和我平起平坐，还让我的心上人变成了我姐夫。姐夫？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妈，我答应于直的求婚了。我喜欢小鱼。我就知道，妈你一定会支持我。可是，表姨不太喜欢于直，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讨厌的。我也不希望表姨生我气。小鱼爱生气。你真的要跟于直在一起？听爸爸一句话，不要用自己的婚姻大事来报复你妹妹，你会后悔的。
是吴小慈和高慧跟你说的吗？还是你自己心里认定我和于直在一起，就是故意捣乱要抢走高慧的男朋友？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放心，我喜欢于直，跟高慧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还没有重要到我要牺牲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去报复。爸爸是替你着急。好了，既然已经说清楚了，那你可以走了。小钱，不管你多喜欢于直，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你凭什么反对？就因为高慧喜欢于直吗？你误会了。我不知道你跟于直在一起多久了，但自从我回国，他就一直在跟慧慧交往。也就是说，他是个脚踏两只船的花花公子。这种男人你怎么能嫁呢？够了！不是每个男人都像你这样。这不说你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尽管我耻于有这样的姐姐，可这就是事实。当年我爸离开了他妈，他一直都怀恨在心，所以从进瑞华开始，他就不断的针对我。他接近你也是因为你是我喜欢的人。玉芝，你不要再被高洁骗了。高洁不是你说的那样人。他为什么瞒着你？他为什么不告诉你他和我们家的关系呢？因为他有难言之隐。他当然有难言之隐。他为了折磨我才和你在一起，这样的难言之隐他开得了口吗？你眼中的高洁，不过是他演出的样子而已。玉芝，扪心自问，你真的了解高洁吗？阿姨，小鱼，哎，你看，真好看。来，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棉花糖。棉花糖是甜食，吃多了对身体不好。那我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好。看啊，这里。看，这些是不是都是棉花糖？对吧？这是3个棉花糖。那如果这3个棉花糖凑到一块儿的话，就会这样。哇！冰果消消消！唰，是不是消失了？给我。来啦，棉花糖。又吃。怎么了？心情不好啊？我见过高慧了，她跟我说了你们的事情，还有你们的关系。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我和高慧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当年吴小慈的介入，让我妈遭受了家庭和事业的双重打击，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进入瑞华，确实是有跟高慧较劲的意思。我想用实力打败她，还有我妈妈失去设计能力做不到的事情，我都要一一替她完成。那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从我知道我跟高慧的关系开始，你们已经是合作伙伴了，我怎么可以开口跟你说这些？告诉你，你就会跟高慧和子恋断绝来往吗？后来时间久了，我更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一切了。我怕你会误会。你现在告诉我就不会误会了吗？你说你进公司是为了跟他较劲，那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为了较劲？于直啊，我不管高慧跟你说了些什么，我是不会拿自己的婚姻当儿戏的。我答应你的求婚，是因为我想跟你一辈子在一起。你说的是真的？你相信也好，不信也罢，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相信你，因为你不会那么傻，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搭进去。你真的不介意我对你的隐瞒？我介意，我也很生气。不过我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不想说的秘密，就像我跟步子云的关系，我也不会轻易告诉别的人。你隐瞒我，我不怪你，都是我太粗心了，跟伤害自己母亲的人一起共事，心里一定很痛苦吧？都怪我没有早点发现。我现在是你的未婚夫，我们有什么事情啊，都要一起承担，一起共历风雨。我答应过你了，我会放下一切，全心全意的跟你在一起。那我们约定好，从今往后，我们之间不能再有秘密，好吗？我赢了，我赢了！你们都不理人，我要去找小云了。小云是谁呀？小云在那边。啊，那一会儿我们去好不好？我给你看下一关。看吧，对，嘿，对。果然是设计师，炖鱼还要配上精致的萝卜雕花。今晚我有口福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都能不在意，他到底给玉芝灌了什么迷魂汤？倒啥呀你？操作是。哎呦，瞧瞧，嘿，大
当当当当！我专门定做的低糖牛炸红丝绒蛋糕，甜度不高，各位师傅可以放心大胆的吃。今天这是什么日子呀？这是，我要感谢大家，瑞华年度盛典我们定制组有那么好的成绩，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有了这开心事，当然要好好庆祝一下啦。其实最大的喜事是于植那小子跟你求婚了，对不对啊？你们什么时候这个的？这我们几个老家伙都不知道，蒙在鼓里，这不对的啊！等到摆酒的那一天，我们把于植灌醉。你这个小酒量不行。你来。我这不是买了蛋糕顺带赔罪吗？你们就放过他一马吧。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女生外向，还没结婚呢，就向着于植了。于植这小子真是太有福分了。我们先来尝尝。哎，我姓郑。好，我派人过去。哎，好的，回见啊，挂了啊。高姐，看样子你得跑一趟了啊。公司呢要搞一个这个年度盛典的这个总结会，你是咱们定制组的主心骨啊，你得跑一趟。小高啊，这个虽然我们这次成绩不错，你去打听另外2个组他们做的怎么样啊？让我们先摸摸底。结果不重要啊，主要是小高带着咱们打了一个胜仗，是吧？但是结果如果最后咱们被裁撤了，那也没什么遗憾的。放心吧，我们都已经尽了全力，董事长也看到我们的潜力了，定制组一定可以留下来的。但愿如此。大家好，瑞华盛典举行的圆满成功，出乎我的意料。首先，我要表扬一下定制组，传统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结合得非常好。本来我们说定制组要裁撤的，可是现在我觉得是瑞华的重要部分，必须保留。谢谢董事长。接下来，我想表扬一下镶嵌组，祝贺彗星系列惊艳亮相。董事长，您别笑话我了，彗星系列哪有惊艳亮相？碰上定制组就只有惨淡收场了。彗星系列开创了我们镶嵌产品线的崭新局面，你们这一步跨得非常漂亮，而且销售额也是非常可观的。销售额？会展上就那些订单，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吗？于植搞定了国外代理商大单，确定了好几家百货商场的入驻，并且谈定了比较丰厚的利润分成，所以等于变相的增加了销售额。于植的销售开拓思维非常新颖，把我们瑞华的产品卖到海外去，一直是我这些年的一个心愿。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好好的思考和开拓一下。接下来呢，我要谈一下素金组。素金组一直是以稳扎稳打，今年的销售额呢也比去年稳步上升。可是今年镶嵌组非常亮眼，所以你们就比预期的要差了一点。穆总啊，你要多跟年轻人交流，不能落后时代的步伐哦。当然。
订单呢都接到了，大家安排一下生产，看一下交货期，不要延误。我们瑞华一直是以信誉取胜的，所以不要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好了，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大家散会吧。高姐，你留一下。爸，哥，行了，就别绷着脸了啊！你在会上都替我说话了，就证明你还是认可我的努力的。我是镶嵌组的总经理，我有维护部门利益的责任。我只是客观的在陈述事实，不为任何人说话，包括你。是，镶嵌组的利益至上，我永远谨记。正确的说呢，是我哥所有说的话，我都会完全尊重，也会立即执行。以后有关于镶嵌组的所有活动，你都必须提前跟我报备，不要事后再通知我。万一你以后闯了祸，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善后。那当然啊，我得攻下堡垒才能报备啊，我不能整天放几枪就来跟你报告，那多累啊！你呀，就负责在前面大方向指路，我就侧翼包抄，咱俩肯定打一个胜仗。哼，你心里真这么想就好了。这次海外代理的事情你做得不错，这件事情你以后就继续跟进。至于彗星系列还有开新店的事情，由我来负责，这样也能避免你和高贵之间的尴尬。哥呀，你可真是救了我的命啊！行了，我也去忙了，好好签几个大单子，走了。玉芝，为了一个高洁，你就可以背弃我们兄弟和高会的约定。那如果有机会控制瑞华，击倒穆子云，是不是连我你都可以牺牲？这次回来，你到底是真心帮我，还是你自己另有目的？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好了，这套黑釉茶具真漂亮。有些年头了，你的眼光真不错。可能是受了外公的熏陶吧，从小就很喜欢手工艺术品。年轻人的气质，家庭教养最能体现出来了。你的家人一定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怎么看待你和于植的婚事？不会觉得于植性情不安定，给不了你安全感吧？第一次见到于植的时候，确实给了我一种吊儿郎当的印象。但是相处之后，才发现真实的他是个负责任、很重感情的人。这些我都会和家人说，让他们放心。这样就好，你能看到于植的长处，说明你对于植是有感情的。你是一个很好的姑娘，你到了定制组啊，那些老师傅们都被你激得斗志昂扬的。你们的作品我看了。很好，我很重视。不过在定制组的发展上，我可能要跟你说一声抱歉哦。董事长，你不是答应保留定制组吗？传统手工艺不是靠几个人的努力就能解决的问题。定制组一直没有业绩，它没有生产和销售的配套。他必须要挂靠在另一个部门来解决这些问题。挂靠到其他部门，比如说镶嵌组，或者是塑金组。你们定制组是挂靠在镶嵌组，还是在塑金组？对你们来讲是个艰难的选择。跟谁合作，怎么挂靠，你心里要有杆秤哦。董事长，可以让我
考虑一下再回复您吗？当然可以，你回去跟师傅们商量一下，再告诉我。嗯。没想到定制组还是避免不了部门斗争，选素金组帮助表姨，还是选镶嵌组帮助于之。但是他们的关系，我选谁都会伤害到另一个。高洁，穆总，来，跟我来。董事长跟你说了吗？啊？定制组挂靠的事情。哦，说了。那你有没有跟董事长说要挂靠到素金组啊？放心，不管董事长现在是什么态度，他一定会答应的。我们两个要赶紧商量一下，万一镶嵌组那边有什么行动，我们应该怎么对策？表姨，我还没有跟董事长说。我还在想。我都忘了，你跟于之已经订了婚，他现在是你心里最重要的人。我这个表姨，说什么也不重要。表姨，你和于直都是我最在意的人。事发突然，我不知道该怎么选。定制组挂靠素金组，不是因为我是你的表姨，我急需你的帮助。你要从客观理智的角度想，定制组和素金组，他们两个业务对口，只有你到我这儿来，你才能够有长远的发展。定制组的归属是一件大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所以，我还是要问问老师傅们的意见。抱歉，表姨。小杰，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要告诉你，事业是女人最大的保障。你不要感情用事，失去理智，尤其是你的家庭。董事长那边也未必能够答应。好了，你自己好好的想想吧。哎，小高，你回来了。哎，公司怎么说啊？小高回来不是很高兴，看来我们没戏了，肯定被拆车了。会议宣布，我们定制组留下来了。啊！哎呦！太好了！那你卖什么关子啊？我们3条老命都给你给急死了！劳苦功高，劳苦功高。哎呀，有饭吃了！我跟你说，公司当然不能裁撤咱们了，而且咱们定制组还得大力发展。是。我们定制组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的。好。郑师傅，啊，你这是干什么？我赶快整理订单呐！啊，我把这订单都整理出来以后，好去找素金组去借批材料。哎，小高啊，
我们不仅要跟他们借材料，还要跟他们借工艺师。那个塑金组比较好沟通。哎，我回来啦。回来啦。嗯。在看什么呢？随便看一看。哎，对了，嗯，等你们定制组挂靠到我们镶嵌组之后，你的工位就放在我外面，我一抬头就可以看见你，好不好？定制组挂靠的事情，我还没想好。你不选你未来的老公，你还选我的敌人啊？我哥今天去工厂了，我带他出去。我今天叫你们过来，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定制组挂靠的事情。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听听定制组的意见。董事长，定制组和塑金组靠得更近一些。对于定制组，我想我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定制组之前要被裁撤，并不是因为资源匮乏。如果把定制组跟塑金组合并的话，看似在齐头并进、资源共享，实则是在影响定制组的创新性和独立性。而且之前我们两个团队就彼此合作过，所以对对方都非常了解，合作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难度，磨合期较短，有利于我们的发展。我在这里可以替我哥先表一个态。如果定制组挂靠到我们镶嵌组，我们会用全部的资源去支持他。当然了，如果考虑到私人的感情，那如果高洁愿意选择镶嵌组，我也只能忍痛割爱了。高洁，你的意见呢？我跟定制组的师傅们商量过了。大家一致决定，选择挂靠塑金组。好，你选择的理由是？因为呀，咱们定制组的这个产品呢，是中国古风，跟这个塑金组他们的产品呢有些同源性。所以从实际的情况出发，我尊重师傅们的决定。果然呀，大家都是做大事情的人。定制组有技艺精湛的老师傅，又有才华出众的新晋设计师，现在来到我们塑金组，算是为我们如虎添翼，也为我们塑金组增加了一个强将。我们欢迎芝芝。好，我们尊重定制组的选择。行了，你们都回去吧，回去讨论一下两个部门怎么整合的协议。哎，于直，你等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小杰，你想通了就好了，毕竟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嘛。其实，我只是站在工作的立场上，选择了和定制组业务更加契合的部门，并不是为了私人感情。好，好，好，反正啊，你心里有杆秤，你自己会衡量。不过，表姨想再跟你唠叨一句，你跟于志的事情还是要早点了断。于家的人，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啊！我是不希望你陷得太深了，只是愿你啊早点迷途知返，知道吗？表姨，感情和工作是两回事。知道了，好了好。哎，我呀，还有个客户要去见，那个挂靠的流程我已经做好了，一会儿让人发给你啊。
怎么啦？失望啦？怎么会？公事就是公事，这是大家商量出来的结果，我肯定尊重。你从感情上主观的认为高洁会选择你，可是高洁自己都说了，抛开个人因素，他觉得素金组更适合他们。你客观的分析一下定制组的情况，你就会觉得这个答案非常明显。从工艺流程到销售渠道，再到客户群体，素金组更合适定制组。你认识郑师傅他们需要什么，你应该非常明白。要不说我们家高洁优秀嘛，大公无私，谁都想要。高洁的选择让我非常惊喜，你也很聪明，眼光不错。什么时候让我正式的见一下我的孙媳妇儿？是以家长的身份，不是以董事长的身份。好，我尽快安排。董事长，我那边还有个会，我先走了。走吧。